各位朋友啊，大家都知道川普是个没谱的，所以他说的话呢，一个标点符号大家都不要信，而且呢，川普的脑子里纯属是一团浆糊。这不是和伊朗达成了一个临时停火协议吗？这个川普啊，为了让伊朗屈服，他呢把伊朗出来的船全给拦了。包括呢和伊朗做生意的中国的8、9艘的这个货船都给拦了。那伊朗这边呢，本来答应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大家都喘口气儿，让世界也喘口气儿，让伊朗也喘口气儿。可是呢，这个川普啊，就是沾光没够啊，对吧？所以说你想那好处哪能全都是你美国的呀？好家伙，我伊朗开放了海峡了，你把我的船给我在海峡外边拦住了，我开放的意义何在呢？所以川普的脑子里边有时候绝对的那都是啊，那个好像是那个似的，是吧？你说你这明摆着这不是不想谈吗？朝着谈崩了去的吗？那伊朗手里边唯一的一张牌，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啊。那有人说了，那如果是把霍尔木兹海峡封了，那伊朗不是自己也完了吗？那美国船拦着不让中国船去，那伊朗不是也没钱赚吗？但是呢，伊朗可以勒索全世界呀，大伙听明白了吗？美国怕的是什么呀？美国怕的是能源这个咽喉彻底断掉，油价高企，美国的通胀上升，然后呢，民众就会把这个川普政府中期选举给坏掉。他怕的是这个，所以川普也是投鼠忌器。说你这个时候，那你玩的不是个昏招吗？你以为这么做对中国耀武扬威了？说你看现在我都能封锁你啊，我再把马六甲海峡封了，新加坡跟着我一块儿把马六甲海峡封了，是吧？你看他现在在向中国示威，在预演以后要封锁中国这个路子。可是他这么一弄呢，那中国能愿意吗？那中国央视马上就我昨天那个视频不是央视马上出了一小片吗？说告诉伊朗谈判呢你也不要忘了备战啊！你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不可能得到，那不是教训伊朗吗？伊朗为什么瞬间又有了底气了呢？这咱不敢说，反正是据美国的有很多的媒体在炒作，说有很多中国过去的什么卡车呀、飞机呀，都已经密密麻麻降落到伊朗了。所以说伊朗马上有了底气了，那咱就一块掀他娘的桌子吧。بنابر اعلام سخنگوی قرارگاه مرکزی خاتم الانبیا، ایران پیرو توافقات قبلی در مذاکرات صورت گرفته و با حسن نیت با عبور شمار محدودی از کشتی‌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به صورت مدیریت شده موافقت کرد، اما آمریکایی‌ها با بدعهدی‌های مکرر مسبوق به سابقه همچنان به راهزنی و دزدی دریایی تحت عنوان به اصطلاح محاصره ادامه میدهند. به گفته سخنگوی قرارگاه مرکزی خاتم الانبیا، به همین دلیل کنترل تنگه هرمز به حالت قبل برگشت و این تنگه راهبردی تحت مدیریت و کنترل شدید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قرار دارد. سخنگوی قرارگاه مرکزی خاتم الانبیا همچنین گفت تا زمانی که آمریکا به آزادی کامل تردد شناورها از مبدأ ایران به مقصد و از مقصد به مبدأ ایران پایان ندهد، وضعیت تنگه هرمز به شدت کنترل و به حالت قبلی باقی میماند. 中持续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由于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且美方在谈判中持续提出过分要求，伊朗目前尚未同意与美国举行下一轮谈判。伊朗强调，美国停止提出过分要求是继续对话的核心前提。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19号的凌晨1点，北京时间的5点30分。就在18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由于美国违反了停火协议，并未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因此自当晚起，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直至美国的海上封锁解除。
伊朗警告称，所有位于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只不得离开其停泊地，任何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被视为与敌人合作，违规船只将成为打击目标。另外，当地时间18号晚，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透露，在伊美此前的伊斯兰堡谈判期间，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行动，伊方坚决反对，事态一度接近冲突，但美方最终选择退让。卡利巴夫将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形容为是轻率且无知的决定。目前距离美以伊达成的为期2周的临时停火协议仅剩下若干天的时间。尽管有舆论称伊美或将进行第2轮谈判，但截至目前，伊方并未就此进行任何表态，各方也未能确定谈判是否能够举行，以及停火期限是否能够延长。针对地区事态发展，我还梳理了其他相关方的最新表态。首先，有美国官员警告称，如果短期内谈判无法取得突破，冲突可能在未来几天内重新爆发。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18号晚报道称，也门胡塞武装高级军事官员宣布，该武装力量已经进入到最高备战状态，随时应对任何威胁。该通讯社在另一篇报道中还指出，以色列再次违反离以临时停火协议，对离南部地区进行了破坏行动。分析指出，随着停火截止时间的临近，伊美不但在关键议题上分歧未解，海上对峙的局面也愈演愈烈。这种局面的产生，既是伊美长期以来的矛盾和对抗的延续，也是在向对方施压，为己方争取更多的谈判筹码的手段。但事态发展更多的是体现出中东局势的错综复杂和高度紧张。接下来是战火重燃，还是停火延续？我们将密切保持关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朗子突然就硬起来了，封闭海峡拒绝谈判，而且呢，朝印度的货船一顿开炮啊！东方大白象现在也很郁闷啊。卡塔尔半岛电视台4月19号援引了伊朗革命卫队的海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意图穿过该水道的船只都将成为攻击目标。开放不到24小时又关了。一艘悬挂印度国旗的桑马尔号游轮在穿越海峡时遭到伊朗革命卫队的射击警告，印度愤怒地召见了伊朗驻印大使。想想印度也是搞笑，在战争发生前的一天，莫迪老仙跑到以色列，自称以色列是父国，印度是母国，恨不得马上要入洞房。在美和伊朗的战争中，印度没扮演什么好角色啊！伊朗海军的一艘战舰就是从印度返航时遭到袭击而沉没的啊！伊朗这次向印度的油轮进行警告射击，完全是在对印度进行回击啊！莫迪老仙儿，你没脸啊！给我滚回去，好吧？川普对于这个事儿的表态。We'll be talking about Iran later. We have very good conversations going on. It's working out very well. They got a little cute as they have been doing for 47 years. Nobody ever took them on. We took them on.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leaders. They have no nothing. Actually, their leaders are, it is regime change. You call that enforced regime change. But we're talking to them. They wanted to close up the strait again, you know, as they've been doing for years, and they can't blackmail us. Nenhum presidente de nenhum país do mundo, por maior que seja, tem o direito de ficar impondo regras a outros países. Nenhum. Nós não podemos levantar todo dia de manhã e dormir todo dia à noite, sabe, com um Twitter de um presidente da República ameaçando o mundo, fazendo guerra. Ou seja, e todos eles tomam decisão sem consultar a ONU. O Trump invade o Irã e aumenta o feijão no Brasil, aumenta o milho no México, aumenta a gasolina no outro país. Ou seja, é o pobre que vai pagar a irresponsabilidade de guerras que ninguém quer. Eu estou preocupado com Cuba, muito preocupado com Cuba. Pare com esse maldito bloqueio a Cuba e deixe os cubanos viverem a vida deles. Não é possível que nós fiquemos quietos diante disso, gente.
全世界呀都受够了川普了。美国的媒体又给川普做了一个统计，他平均上任到白宫以来一天撒98个谎，咱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是吧？伊朗要做好和美国决战，彻底的把美国的军事霸权给拖垮的这个准备了。多个迹象表明美军将再次突袭伊朗，种种迹象表明啊，这个美国看了我的节目了，那位说呸，我说过嘛，不能出动陆军灭其国的战争全都是菜鸡互啄，美国也是个菜鸡，美国为了摆脱自己是个菜鸡的这种嫌疑，周六川普罕见的返回了白宫上午在战情室举行会议，出席者除总统外包括万斯、卢比奥、赫格塞斯、贝森特白宫幕僚长什么维特科夫特使、 CIA 的掌门人、参联会的主席凯恩。黄蜂级的2栖攻击舰已被部署在波斯湾附近，超过70架重型的 C-17、C-5 运输机进入了伊朗周边这个驻巴林的海军演练了夺岛的夜间演习，大规模的监控无人机频繁的起飞，对伊朗进行情报收集川普不停的打嘴炮，五角大楼却保持静默，这是行动准备就绪的迹象。所以说华尔街日报说呢，最可能的情景在最终谈判开始48小时到72小时内，针对伊朗的战略岛屿发动突袭，边打边谈再正常不过了所以伊朗要做好准备。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宣布违反停火这个超过57次，现在这才几次呀？所以伊朗做好准备，打吧就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